注意效果 KO。比死神方便还猛的山东三大巨人，三拳两腿干趴2个世界冠军，吓得武僧一龙一脸不可思议。好，观众朋友们，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中国，年仅27岁的山东三大巨人曹鲁健。生涯战绩达到了惊人的50胜6负，连续6年获得山东省的3大锦标赛冠军，在擂台上是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好，再来看一下本场比赛，曹鲁健的对手正是眼前正在出场的英国腿王奥格勒斯。此人腿法相当的霸道，比赛中经常踢断对手的双腿。好，注意看，比赛没开始先揍自己，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家伙呀狂犬病犯了。好，这个奥格勒斯赛前表示说自己的腿法就像斧头一样能砍能踢，要把曹鲁健的小腿当柴劈。你没有听错，对方说自己的腿是斧子要把曹鲁健的大腿当柴火劈掉。那原本奥格勒斯呢是要挑战死神方便但是方便呢已经退役多年了没工夫搭理他，所以说呢退而求其次，迎战了方便的徒弟曹鲁健。我个人感觉曹鲁健是要比他的师傅方便打得更猛，那到底猛不猛？观众朋友们您看了就知道了。泰拳的是不一样的连续的变腿。曹鲁健的身高非常的高，达到了1.88米。这个你看曹鲁健这个力量非常对，他的拳腿组合很有这个力量。在之前的疯马奥格勒斯的比赛当中呢，疯马的身高起到作用了，连续打中了。观众朋友们怎么样？猛不猛？我们看曹鲁健今天好像是并不打算让奥格勒斯活着走出擂台。这一记爆杆拳让对方好像是个娘们儿一样蹲在了地上。还能打，可以说把奥格勒斯打来事儿了好，砍腿，哇！曹鲁健想要一鼓作气拿下奥格勒斯。你的腿是斧子，而我们曹鲁健他的拳头是2个大锤。我们看奥格勒斯被打的是连连防守，不敢直面曹鲁健。你倒是狂你倒是睁开你的狗眼瞅瞅我们呢。你敢瞅就打你个五眼青今天的这个曹鲁健打得太凶了。今天这个曹鲁健身高1.88米的，非常的高大，所以说奥格勒斯以往的身高优势不复存在。而且曹鲁健不仅是身形高大，而且速度也是过人。这个80公斤实际上最好看，又有速度又有力量。曹鲁健这是聪明的，对，加强要腿法的进攻要上头，因为你身高1.88米，这很容易起高鞭腿上头动作。这场比赛曹鲁健可以说在身形方面还有速度力量方面都占尽了优势。这个开局很好，这毕竟是曹鲁健第一次来昆仑决大比赛。对，我特别喜欢。看这个上勾拳，对，同样有风险的，因为80公斤有力量的，打中一拳就可能死掉。刚才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奥格勒斯一个上勾拳打中了曹鲁健。双方第一回合比赛还有最后的20秒钟，这场比赛曹鲁健的状态的确是不错。好，击斧，再打蛇咋7寸，打狗得打腰。好，连续击斧，要小心对方上勾拳还是很有杀伤力的。那对方是被爆杆击倒过一次，所以说曹鲁健知道对方的肝部还有肋骨肯定是受伤了，所以说曹鲁健很聪明。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曹鲁健我很喜欢这名选手的特点在哪儿一方面是他打得猛，而另一方面呢是他打任何老外。观众朋友们，我们身高不输对手，很多时候要比老外要高比如说本场比赛比对手要高很多。曹鲁健是1.88米的净身高，上勾拳是的，险些给他打倒。因为我们看到曹鲁健他的发力是把全身的力量全用了，你看看这工人棒特别特别明。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看一下曹鲁健接下来的表现。好，连续的砍腿效果不错。你腿法不是厉害吗？看看老子腿法怎么样，强不强，硬不硬？男人之间咱们碰一碰，强不强不要光嘴上说不要总是猪鼻子插大葱你装什么大象你？腿也很重。是的，这个时候奥格勒斯呢防守显得有一些的软绵无力，毕竟是自己的前腿多次遭受到了曹鲁健低扫踢的砍击，这些已经都红了。是的，现在曹鲁健就低扫踢完之后，一定要加强你的后手的后手控制。这个非常痛，看到奥格勒斯，太强了，简直是。这
谁能想到曹鲁健还有这场比这样的杀伤力？这么杀伤力，出乎意料，这对，该走才他还能站起来吗？我很难吃得站不起来。这次还能站起来吗？我不想放弃比赛，放弃比赛，放弃比赛。好，恭喜曹鲁健，观众朋友们以毒攻毒。你腿法厉害，那老子腿法比你更强啊！打得太精彩了，太美丽了，把这个英国选手什么英国腿王的小细腿儿啊，小细狗腿儿彻底砍废。这是对方啊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踢飞腿，遇到了曹鲁健，那没办法，算你倒霉。好，观众朋友们，再来看这一场来自于我们中国国家队的曹鲁健大战来自于新西兰的杰梅。杰梅，我劝你小心啊，不要把你的小命啊在我们中国擂台赔啊。好，对手是一个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将，在新西兰也是能排得上历史前3。你没有听错，还没有退役呢，就已经能上历史前3了。其作战风格是一个偏狡猾类型、比较油滑类型的选手。那么赛前这个杰梅在接受采访时啊，记者问他呀，你觉得中国选手的实力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拿下比赛？而他只说了一句啊，这场比赛可以早点下班了。记者追问何出此言啊，而他却表示啊，说这个打中国选手太简单了啊，这个可以在1回合之内解决，可以提前下班。看看吧，观众朋友们啊，这帮老外是多么的猖狂。虽然说没有什么骂人的话，但是呢，这种话更恶心。这个我们转身腿打得非常的突然。来自中国国家队的曹鲁健，年龄27岁，身高1.88米，体重也是85公斤。现在打得非常耐心，而且呢，他那个视野啊和思路也比较的清晰。毕竟是今天的王者之战嘛。虽然对方啊，我看到实在是给了强大的压力，可是我们这中国选手年轻小将，他在比赛确实打得还是步步为营啊，稳扎稳打。没有错。本次5战世界功夫争霸赛也是级别非常高的一个比赛，所有的选手世界排名包括交叉拳法，对我们在国家队的选手成绩都是非常优秀。好，比赛打到这里已经过去了1分半的时间了。我们看曹鲁健稍微是有一些低调啊，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种连贯性的狂轰乱炸，而是一拳一腿打些单击。好，到内围了。到了内围，就是到了顶膝的一个对拼。这场比赛，曹鲁健在身高上占据了巨大的优势。哦，漂亮前手！哇，这下前手打的对手梅杰连路都不会走，双腿颤抖，只想防守，而且一脸凝重，皱着眉毛，看起来还有点丑。双方这一场的表现，曹鲁健在我们的5战第1场也曾经参加获得胜利，这一次参加的是王者之战。漂亮，有一个拳法的变现，机会来了，非常主动的一次。从过程上看啊，对方在这个重击啊，确实对他还造成了威胁。没错，相信对方的信心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双方选手都是非常有经验，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杰梅，他的战绩也是78胜30负9次 KO 对手。但是我们看到呢，作为这个新西兰选手啊，他确实他的功力非常的强悍，但是呢，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他这个动作啊预兆比较大，已经让如意莫待行，待行必不行。好，观众朋友们，第1回合比赛结束，那您觉得曹鲁健这场比赛的发挥如何呢？那我个人感觉是刚柔并济啊，有进有退。好，第2回合继续看曹，哎呦，要小心！哎呦，你看对方。哇！曹鲁健倒地之后啊，站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种挑衅啊！这是一种挑衅。好，对方连续的砍腿，想摔，但是发现抱住曹鲁健根本摔不动。不停的找到曹鲁健的破绽，真是斗智斗勇。这个迎击打非常好，好的，有机会，哎呦，效果。观众朋友们，对方想早下班的愿望可能要实现了。第2回合开局不到1分钟，这个新西兰的梅杰啊被重击打倒一次。哦，看对方还很乐观啊，还能打。煎熬的这一关，现在没别的，就是狂轰滥炸，乘胜追击。对方也非常聪明，马上把你的节奏破坏掉。哎，拉开，对，哎，拉开距离，拉开这个角度。就像您说的，还是不能轻视对手。在这个技战术方面呢，要恰当的根据自己的特点来找战术变化。好，我们现场的观众
也非常应该说呢，这个比赛应该是结束了。好，再次恭喜曹鲁健重拳 KO 了对手。上一场比赛是用腿法 KO， 而这场比赛是用拳法，可见曹鲁健的综合实力太强劲了。让我们恭喜这位来自于山东省的散打巨人曹鲁健再次获得胜利。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在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弱势。哎呦，效果！注意看，比死神方便还猛的中国散打王横空出世，3拳2腿 KO 2位世界搏击冠军，彻底看呆武僧一龙。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眼前正在出场的这一名选手呢，就是号称比死神方便还要猛的中国山东散打名将曹鲁健。这场战绩50胜6负，其中包括26次 KO， 并且曾经连续获得过8届山东省的散打锦标赛冠军。那么他的这个战绩的确是非常辉煌了啊！可以说任何老外和他交手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好，这场比赛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曹鲁健今天的对手，来中国踢馆的便是英国的自由搏击冠军3冠王奥格勒斯。好，没有错，他也是不远万里从英国呢跑到中国前来踢馆。那么在英国他已经是南巡敌手了，所以说也希望遇到过更强大的敌人。哇！我们看这个家伙，比赛没开始的很兴奋啊，先给自己来上2拳。那这个行为的话很少见了啊，反正朋友们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小子狂犬病发作了。来自中国的曹鲁健，南方选手是英国的奥格勒斯。比赛现在开始。好，我们仔细看，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白色战袍中国小将曹鲁健，蓝方选手黑色裤衩他就是英国3冠王奥格勒斯。好，双方一上来的话也是进行腿法上的一个交流。两个人这个腿法都不错啊，都很厉害。那么赛前这个奥格勒斯也说了，今天就是想来会一会中国散打王的腿法怎么样。打方便没机会了，因为方便已经退役了，那就试一试这个曹鲁健怎么样。看来他对自己的实力还是非常的自信。这个英国人都挺狂的，其实。我3年前见过他的比赛，当时他没有这么个身高，那时候身高也只有1.85米左右的，力量没有这么大。那时候打75，现在改成打80。他的拳腿组合很有这个力量。在之前的疯马奥格勒斯的比赛当中呢，疯马的身，这个击斧有效果了，再来。本场比赛还开局不到1分钟啊，我们看这个奥格勒斯已经是半跪到了地上，没有错，这拳应该是有爆肝。我们看裁判也是毫不犹豫送给了对方一个好礼物，那就是读秒。看曹鲁健能否扩大战果，连续的打了劈口拳，连续攻击肋部。现在这个对方的软肋，对，这成软肋了就是软肋，这真是软肋，连续攻击同一个地方。他现在有意识想下压来守住这个地方，但是很难。他说这个打腿动作今天的这个曹鲁健打得太凶猛了。今天这个曹鲁健身高1.88米的，非常的高大，所以说奥格勒斯以往的身高优势不复存在。而且曹鲁健不仅是身形高大，而且速度也是过人。这个80公斤实际上最好看，又有速度又有力量。曹鲁健这样聪明的，对，加强要腿法的进攻，要上头，因为你身高1.88米，这很容易起高鞭腿上头动作。这场比赛曹鲁健可以说在身形方面还有速度力量方面都占尽了优势。这个开局很好，这毕竟是曹鲁健第一次来昆仑决大比赛。对，我特别喜欢。我看这个上勾拳，对，同样有风险的，因为80公斤有力量的，打出一拳就可能死掉。刚才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奥格勒斯一个上勾拳打中了曹鲁健。奥格勒斯的内围战呢还是非常的独到，但是呢，曹鲁健大开大合，并不给奥格勒斯机会。这很浪费体能的呀，曹鲁健。这个你看，右手上勾拳，你看没有？又打一个上勾拳。这倒计时还有10秒，对，双方能否有？咱也非常漂亮，有点可惜了。这样。好，观众朋友们，比赛马上要来到第2回合了。对方的奥格勒斯打得非常难受因为他平日里引以为傲的身高和臂展，今天在曹鲁健这1.88米的大高个面前全都不复存在了。在第1回合，曹鲁健是拿到了绝对性的一个优势，而且还有一次成功的读秒。
所以说，接下来只要我们稳住的话，本场比赛肯定会获得胜利了。而且这腿法的进攻，对了，看到对了，连续3腿，哎呀，这个曹汝健进攻很全面，然后你再出拳就对了，对，这样就是机会。再是马上直接后腿打了，后腿直接跟上了，打直拳，不要这种摆拳了。曹汝健还真的有实力，对，腿也很重。是的，这个时候奥格勒斯呢防守显得有一些的软绵无力，毕竟是自己的前腿多次遭受到了曹汝健低扫。好，我们看比赛的第2回合，曹汝健连续的砍腿，让这个奥格勒斯啊，的确是有点痛不欲生的感觉了。而且曹汝健连续的砍腿呢，这个效果呀也是非常的明显。好，连续砍腿，哎呦，这个腿法劲儿太大了。我们看奥格勒斯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站起来？看情况应该是够呛了。看一下能不能站起来，走2步啊，走2步，看一看你还行不行了。不行了，观众朋友们，裁判终止了对局。赶紧啊！担架有担架上担架，有轮椅上轮椅，给这哥们儿给他推回英国去吧！啊，非常的精彩。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曹汝健在比赛第2回合的这个对手。那么，相较于上一回合来讲呢，这个家伙啊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拳坛老将，35岁的啊丹尼尔。上一场比赛，英国选手特意来找曹汝健来拼腿，而这场比赛对方则是来找曹汝健来拼拳。好，来看一下双方这场比赛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这个是个老将了啊，比曹汝健也是大了好多岁。好，仔细看，红方选手红色裤衩，中方选手代表中国红，曹汝健。那么蓝方选手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丹尼尔，杰梅。我觉得您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冷静的心态。比赛呢不到最后1秒钟啊，任何情况都有可能。是。好漂亮！哦呦，前后手的轮摆力道很足，对方明显是有点发慌了。曹汝健的身高啊，的确是很恐怖啊，1.88米的一个身高，无论是打哪个老外啊，都是很有优势。我们看，对方的新西兰选手丹尼尔在他的面前依然是少了半头。说不好听点是爸爸打儿子啊，说好听点是大人打小孩。虽然对方啊，我看到实在是给了强大的压力，可是我们这中国选手年轻小将，他在比赛里面确实打的还是步步为营啊，稳扎稳打。没有错，本次5战世界功夫争霸赛也是级别非常高的一个比赛，所有的选手世界排名包括拳法，对我们在国家队的选手成绩都是非常的优秀。我觉得王者之战这一场上来，双方选手都没有太多的去试探对手。一个是呢直奔主题，再一个呢他们还是就是注重实效的打法，就是避实就虚，避动就轻，正所谓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他们注重的是个有效的击打，有效率更高，就志在必得。没错，我觉得双方呢内部定的这个目标就是 KO 拿下 KO 对手。打挺。看看双方这场的表现，曹汝健在我们的5战第1场也曾经参加，获得了胜利。好，距离比赛第1回合结束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看曹汝健连续的进攻啊，把对方逼在角落。这个时候，这个丹尼尔没有办法，只能通过搂抱来限制一下曹汝健的进攻。可以说本场比赛我在对方的身上是丝毫没有看到任何一丝的挑战者的这个气势，观众朋友们，我感觉打得非常的油滑啊，感觉他好像是擂台狩猎者啊，并不是来踢馆的。好，你看又一次的搂抱，这种无用的带摔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我们规则范围之内，这并不加分。就是提前的这个预备是比较明显。我们经常讲的这拳击中有个术语叫打电话，就是你拉开架子就给你一个对方给一个提示，就是我要做动作，我要打你了，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嘛，一个是动作很形象，再一个呢，这个寓意也非常清晰，就是通知你。已经两个有一模带形，带形必不赢。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第2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啊这一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要小心！我们看曹汝健在倒地的瞬间啊，对方也是站在我们的面前，这盯着我们啊，这是一种好，你看他还想把曹汝健甩飞在地上，但是很明显啊，对方是有点搬不太动了。
真是斗智斗勇。这个迎击打非常好，好的，有机会，哎注意效果。刚刚曹鲁坚的这一拳，我只能用漂亮2个字来形容啊，也可以说是完美。好，那么接下来还有2分钟的时间，对于这个丹尼尔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煎熬的一个阶段了啊。那么他想要耗费时间也很难。好，你看，通过这种卑鄙的手段啊，想要耗一下时间。这个丹尼尔表示我不疼啊，说我自己没事儿。那观众朋友们啊，这疼不疼啊？打在谁身上谁知道？哈哈，你不说，难道就代表你不疼了吗？因为刚才这个有效击打呀，它是连续重击，所以呢，本场的这种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我觉得曹鲁健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看得到的。第2局也是非常的主动。所以现在呢，他要掌握好自己的这个技术战术的节奏变化。对方现在非常聪明，马上跟你缠斗。这个时候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呢，打游斗、打游击战，拉开，对，哎，拉开距离，拉开这个角度。就像您说的，还是不能轻视对手。在这个技战术方面呢，要恰当的根据自己的特点来掌握战术变化。好，那么现场的观众也非常应该说呢，这个比赛应该是结束了。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非常的精彩。那最终这场比赛最终在第2回合，曹鲁坚也是用自己彪悍的重拳 KO 了这个来自于新西兰的擂台挑战者。对方信心满满，作为一个拳坛老将，想要和我们来这个会拳法，可以理解啊，但是呢有点不自量力了啊！那也恭喜曹鲁坚获得比赛的胜利。身高1.88米的这个壮汉啊，不愧是山东好汉。都说山东的大葱啊长得都比人高啊，以前我不信，现在我真信了。好，再次恭喜曹鲁坚。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啊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这个，哎呦漂亮！又是一个垫步的侧踹，这个女版李小龙啊，这是。中国散打一姐穿200斤铁鞋，苦练腿法，一脚下去直接踢断对手6根肋骨，疼得老外撕心裂肺，连裁判都表示这就是女版李小龙。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号称有着散打一姐之称的鄂美蝶。在我们中国的女子散打界，鄂美蝶可以说是天花板的存在，而且她获得过的成就，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多到数不过来。您听好了，2008年、2009年中国全国散打锦标赛女子冠军，2008年世界杯武术散打锦标赛冠军，2012年广州亚运会散打比赛女子冠军，鄂美蝶。好，我们再注意看接下来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拳坛悍将科利纳。观众朋友们，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外都非常的奔放非常的开放，而这个科利纳他也玩了把大的他表示本场比赛如果打输了，当场脱一个光溜溜当场裸奔，就问我们中国选手答不答应。但是他没有想到鄂美蝶答应的非常痛快但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么的奔放，而是我们有十足的信心能够拿下他。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我们注意看，红方是鄂美蝶，而蓝方则是科利纳。好，两人刚一上来便打起了肉搏战。哇，很难想象这是女子，很难想象这是女子擂台的比赛两个人都玩真的。后手打晃了，高边腿，哇，上步侧踹，这是属于我们中国散打里的招式。老外只能是看得见，但他防不住再加上西撞，鄂美蝶是中国的散打冠军，所以他的侧踹腿是他的主要的这个攻击武器连续侧踹。球员呢没有做功课，他不知道中国这位鄂美蝶是这个侧踹的高手。有点违规，夹腿膝都可以使，而且是主动的夹底的摔，不允许主动的摔，但是接腿摔可以，不过感觉到今年这个往上好像是滑倒，打出去。这个侧踹腿是中国散打运动特。散打一姐果然是名不虚传观众朋友们鄂美蝶的侧踹腿真是又快又准，根本防不住
好，我们看这个克丽娜呢，被打的是栽栽愣愣。但别说她的这个韧劲儿啊，还真挺强。我其实倒是不担心啊，她被打倒，我倒是担心她这个衣服啊，会不会被厄美蝶呢这个打掉或者打飞啊？因为你注意看，她穿的是一个非常凉快的一个上衣，估计是为了一会儿打出比赛之后啊，这个穿脱方便一点。太危险了！你看这个肩带啊，都是非常细的那一种。讲到吉米马，目前他在和温克兰不找他，中国就在摆拳有时候会打到背，可以去看一下。整体都没有完全发挥的交流在手，就是比较用脚去打到，不是用这个对拳力没有发挥，对下力上势。因为这个头部没有压好，让这个南方选手把头移开了。他是厄美蝶的侧面的。好，这边比赛第一回合结束，我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我觉得照这么打下去，这么激烈的战况啊，迟早的事儿。看克丽娜的教练也相当漂亮了。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女性啊，别说啊，这脸蛋的确啊都不赖。在第一回合，我们见识到了3打1解厄美蝶的实力啊，这个称号不是虚的，也不是白叫的啊。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两个人第2回合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好，第2局比赛已经开始。厄美蝶上次打完了以后重新练习而且厄美蝶的组合啊，都配合他的一个呼声，上头了啊。第3个上头，这个变化非常好。厄美蝶很善于这个侧闪加旋转，可以让好选手没办法。和我们的厄美蝶比起来的话，这个克丽娜呀，她的进攻方式和手段是相当的单一了。包括我们看她的出拳质量啊，这个看起来就没什么劲儿啊。厄美蝶这边呢，我们看这个出拳是。光是看着屏幕啊，都能感觉到是充满了爆发力的啊！在观察克丽娜，感觉好像喝多了在上台。喵喵拳法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啊。因为厄美蝶有这个侧踹，所以这个克丽娜这个可以应该连续组合。刚才打到1拳以后，就接着打下一拳，可以接这个击中。虽然说克丽娜现在整个局面啊，在分数上处于下风，但是她却越战越勇啊，越挫越狠，甚至是不断的在满场追着厄美蝶来打，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啊。好，还在不断的缓步前压，第一回合最后的40秒钟，但是她的这个防守意识还是不错的啊，打到角落正蹬，连续的3记后手大摆拳，左右开弓。虽然是拳击冠军了，但是在这个厄美蝶的面前呢，似乎有点没有招架之力。他的拳只用他的手臂轻轻挥动，没有把身体的力量做出来啊！你看他用手臂做挥拳，完全没有动力，这个恶力。好，这边第2回合比赛结束啊，厄美蝶的表现依旧是无可挑剔，但是确实没有第1回合那么凶了。这很明显啊，是厄美蝶在刻意的保存自己的体能啊，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克丽娜皮糙肉厚打不动啊，所以说厄美蝶是有意控制自己的一个进攻节奏啊，把那比赛的体能啊分配到最后一个回合。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最后一个回合绝对是今天最猛的一个回合。好，第3局比赛开始了，红方是中国的厄美蝶，蓝方是罗马尼亚的。在厄美蝶是靠这个侧踹，还有他用身体力量的一个全力组合，已经重创了克丽娜。好，每一下都伴随着他的叫声跟这个欢呼声。果不其然，厄美蝶在最后一个回合真的火力全开了，但是有一点啊，我们拼拳好像还真是占不到什么太大的便宜。
因为对方的拳法也不弱。看过了，研究过了，也鄂美也找了一个视频。对。但是这位选手呢，看起来没有做过功课，没有去找鄂美蝶的视频，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打了。鄂美蝶真是把我们中国的散打里的侧踹啊玩出花来了啊！进可攻，退可守。现在我们看鄂美蝶就是一个以防守为主的一个侧踹的方式。踢对方的腿啊，哎呦，你看上一秒踢腿，下一秒踢头，你根本不知道防哪儿啊！有的时候还会踢肚子啊，上中下，攻对方3路。接腿摔可以吸攻，由这个鄂美蝶吃下来了。但话讲回来呢，中国的这个散打运动员在吸的训练上其实是少的，对，比较少。对，无论用还有吸的防守都不是很懂，所以有时候对泰拳好的时候，在吸上就吃亏，对，会吃亏。那还好，就是自由搏击的规则没有走。对。好，这个重拳啊，对一个身体打击非常的重。康选手虽然想采取主动。好，比赛马上结束，最后的30秒钟了。我感觉鄂美蝶的体能下滑呢，还是较为明显的。但这个科丽娜怎么越打越兴奋呢？感觉她和比赛一开始的状态没什么区别，在这蹦蹦跳跳的。其实是这个原因啊，是科丽娜在打这场比赛之前的所有比赛都是6到8个回合的比赛啊，拳击比赛。所以说这种3回合的比赛，她是可以很轻松的打完。好，比赛结束了，应该说赢得了比赛。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但是比赛的结果没有产生 KO 啊，有点可惜。但是最终的结果打分应该是没有悬念。结果后方上 ，and the winner is our fighter 鄂美蝶。